可唔可以拍多啲中字？咪都係得個睇字，一世都唔會買到啊。啲觀眾 comment 話想睇平啲嘅樓啊，冇問題啊，我會同 Holly 講。收到晒。咁一於去清水灣半島啦。嗱，呢一個屋苑咧喺將軍澳嚟講，除咗康城之外，就係少有做到1萬蚊一尺嘅樓盤嚟㗎。咁而且啦，部分單位仲望到海景同山景。咁今集我哋睇嗰個放盤咧，都望到山景㗎。咁仲要係屋苑少有嘅時盤嚟㗎。嗱，你哋睇完之後，不如都留言講下，你又中唔中意呢個屋苑啦？有機會獲得嘅啡禮券㗎。由新地發展嘅清水灣半島提供1959伙，間隔由2房到4房不等，喺2001到2002年落成，樓齡大概23到24年。咁睇返我哋嘅28 House App， 屋苑近日嘅平均成交尺價大概10,800蚊，挨近住日出康城第1到3期嘅尺價水平，咁可以話係繼康城之後區內第2低水嘅屋苑。若果對比樓齡差唔多，咁一樣係新地有份發展嘅將軍澳中心，清水灣半島嘅尺價更加低咗接近2成。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屋苑冇好似將軍澳中心咁樣咁近港鐵站。咁住戶若果要去港鐵站，可以搭樓下嗰架190M 小巴，大概5-6分鐘就到坑口站，以至到喺東港城商場。咁若果行路嘅話，就可以經灣半徑行返出去將軍澳站，大概10到15分鐘。只不過大部分路段都係冇瓦遮頭，天氣唔好嗰陣就冇咁方便啦。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方面，喺屋苑正門出嚟之後，轉入蓬萊徑，向住環保大道嘅方向一直行，過咗啟思中學之後，經行人隧道咁過到嚟對面個巴士站。咁就有過海巴士去中環、小西灣等等，方便喺港島返工嘅朋友。若果住戶有揸車習慣，經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同埋東隧過海，唔塞車嘅情況之下，大概25分鐘就可以出返去中環嘅核心商業區。屋苑有大概803個車位，對比1900幾伙咁計，車位比例雖然做唔到1比1。咁但係市場有放盤同租盤，售價大概110到120萬一個，月租大概3000蚊。清水灣半島樓價相對低水嘅另一個原因，咁就係屋苑基座冇商場。若果要買嘢，就可以經返頭先講過嘅灣半徑行出去。屋苑外牆有一個海濱長廊嘅標示，由呢一度入去就係㗎喇。住戶嘅話就更加方便。因為會所附近已經有個出口連接住灣半徑，再過埋海濱公園嘅行人天橋，就可以嚟到Savannah啦。步程大概10零分鐘。嗱，連埋Savannah咁計，將軍澳南一共有12個屋苑，全部基座都有零售樓面，有唔少餐飲選擇。嗱，再唔係行出去 Popcorn 呢一啲嘅大型商場，日常生活所需都絕對可以滿足得到。咁雖然平時買嘢就未必咁方便，要駁程車又或者行出去市中心，但係樓價就反映咗呢一點。而間屋苑嘅入場2房唔使600萬，3房就700萬未到都有。而且正正因為冇商場，冇咩外來人入去，令到屋苑喺將軍澳呢一個越嚟越多人嘅社區，都仲保留到一種寧靜嘅生活環境。咁再加上附近冇咩高樓大廈，一自然排開嘅清水灣半島，有住相對比較開揚嘅景觀。清水灣半島主要咧就4個景觀啦，東南就會望到山景啦，咁其次咧西南咧就會望到海景嘅，咁然後西北咧就會望到前面個湖景同埋去到東亞運動會嗰個正副場館啦，而家叫將軍澳運動場館啦。咁另外咧就係去到東北位，東北位咧就會係可以望到山景，同埋如果高層嘅話係可以望到銀線灣海景嘅。一般嚟講，屋苑嘅山景同海景單位尺價至少差咗1成。嗱，對比9月錄到嘅2宗2房成交，同樣係高層單位，實用面積同樣係525尺，樓價就差咗2成啦。屋苑分2期發展，第1到3座係第1期，住宅樓層由40到47樓不等，採取梯級式嘅設計。
而第5到第8座就係第2期，住宅樓層至少去到57樓，遠高過第1期。1期咧就佢主要係提供大單位嘅，樓底亦都相對比較高少少啦。咁1期就主要得2種間隔嘅啫，一種咧就係700零尺3房套房，另外一種咧就係接近1000尺嘅4房加個工人房。咁呢一種4房咧，當年推出嘅時候咧，同區亦都係冇供應嘅。最近咧都要去到領都推出嘅時候，先有1000尺嘅4房單位嘅啫。咁2期方面咧，就主要就係2房單位同埋3房1廁同3房套房咯。咁3房1廁咧就係我哋而家拍攝緊嘅呢個 H 單位啦。咁就3房套房就係隔離嘅 A 單位。咁另外咧就係 B 單位去到 G 單位咧就係2個房嘅單位嘅。咁2房咧最細就係 G 單位啦。咁亦都佢嗰個特色就係冇窗台位啦，喺嗰個細房嗰度。咁另外咧 F 單位同埋 C 單位咧就係職王間隔。咁主人房咧就會有個衣櫃位。就算係2房單位，對比翻區內其他一樣喺千禧年代落成嘅屋苑，例如係將軍澳中心、將軍澳廣場等等，清水灣半島嘅開積都算係偏大，大部分2房都超過520尺。估計係因為屋苑離將軍澳市中心有一段距離，但係就有住山海景色同埋舒適嘅生活環境。咁所以發展商當年就將樓盤定位做豪宅，開出大啲嘅單位，主攻家庭客。而屋苑會所喺當年嚟講都算係比較豪華，除咗常見嘅健身室、室內泳池、室外嬉水池、兒童遊樂室、多用途運動場館等等，咁仲有網球場、燒烤場、電影院。雖然到咗今日，將軍澳都已經進駐咗唔少新式屋苑，而清水灣半島嘅會所或者都冇當年咁特別。但係屋苑而家每實尺管理費大概3個半到，比同區本身樓普遍超過4蚊都要平一啲。參觀放盤喺第2期係3房嚟㗎，實用面積608尺，業主開價860萬，維翻每一尺大概14000蚊，係屋苑而家少有嘅時盤。其實屋苑本身嚟講咧，主要都係用家居住多啦，咁所以大部分放盤業主都係一路住一路放嘅。咁基本上清水灣半島時盤係好罕見嘅，咁亦都見到啦，亦都成個清水灣半島只有1個嘅3房單位係放低鎖匙嘅啫，其他嘅無論係2房、3房，以至到4房咧，全部都係要約業主參觀嘅。入屋睇樓之前，仲未訂閱28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就快啲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因為門口呢個玄關位咧，其實都幾闊落嘅。咁如果咧真係扣咗大門口開到嚟呢個位置之後咧，呢一度咧都有條件咧可以擺到一個薄薄地嘅鞋櫃啦，而且都唔會遮到出入嘅通道。咁雖然玄關唔細，但係就算唔計呢一度，剩低嘅大廳部分都仲超過160尺。咁大廳咧就係一個長形嘅開積啊！咁你見到咧，其實客飯廳個佈局都好分明㗎。我而家呢個位啦，擺完梳化、電視機櫃之後啦，咁中間咧都有一個好舒適嘅睇電視距離。咁過埋個走廊位之後咧，剩低嘅地方咧就可以做飯廳啦。咁都夠位咧擺咗張4至6人嘅餐台㗎。而且大廳有對流窗，係2期嘅開積特點之一。無論2房定3房都有呢一種設計。不過細窗向住對面間屋，着重私隱嘅話，開窗通風嘅同時，就可以好似呢個業主咁樣拉翻堂百葉簾遮一遮。咁至於大窗就相連窗台，有住千禧年代嘅開積特點。單位向東南方望翻環保大道嘅寵物公園。根據城規會嘅網站，屋苑嘅東北同東南方分別係綠化地帶同埋康樂用地。所以放盤景觀以綠化景色為主，同時遠望到日出康城同埋山景，整體感覺都幾開揚㗎。咁睇翻間屋入邊啦，而家嘅裝修都用咗一段時間，而且部分家私，例如係電視機櫃，又或者係餐邊櫃，都係嵌入式。買家諗住重新整過嘅話，就要預留一筆清拆嘅費用啦。不過單位間隔是正，而且地方唔細，都唔難擺家私。一齊轉過嚟廚房參觀下。
咁廚房門咧就開正中間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有條件咧可以做到三邊嘅工作台面啦。咁就算買家想自己再整過呢度啲裝修咧，都可以參考翻而家嘅佈局。擺晒基本家電，例如係雪櫃、洗衣機、煮食爐之後，都仲有唔少備餐同埋儲物空間。重新設計嘅話，甚至可以唔做雪櫃對上嗰個櫥櫃，嚟到爭取空間，擺個大啲嘅雪櫃，方便儲存食物。睇完大廳同廚房，咁跟住就到寢區啦。咁3間房咧就係由走廊貫穿啦，咁佢哋係坐向啦，同客廳一樣㗎，所以個景觀都差唔多。我哋咧就先去尾房嘅主人房參觀下先。嗱，呢一度咧，其實係見到入到嚟咧都要再經過一條小走廊㗎。咁而家咧靠近窗台咧就擺咗張雙人床啦。咁但係比上我嘅話咧，呢邊咧就唔會擺書台同儲物櫃啦，咁而係咧會做一個到頂嘅大衣櫃。主人房超過70尺，想空間好用啲，咁可以將張床褪前啲，後邊加個床背櫃嚟到增加翻收納空間。對比客廳嘅話，呢一間房就望到多啲山景，再加埋窗台嘅闊度，拍得住間房，咁可以將室外景色引入室內。轉過去隔離間客房睇下啦，大概有50尺，以客房嚟講都夠位擺晒單人床、衣櫃，再加張細細嘅書台㗎啦。不過業主而家就改咗做書房，做咗唔少櫃喺度。因為業主咧就係用埋窗台啊去做書台書櫃㗎，咁所以而家啦擺晒家私之後咧，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呢一間房本身嘅窗台就冇主人房咁大，再加上個書櫃又遮咗啲，咁令到成間房而家嘅採光度就冇咁理想啦。重新佈局過啲家私嘅話，就可以避免遮到隻窗啦。咁至於最後一間房就同頭先嗰間差唔多大，只不過而家就主要利用咗做儲物用途，擺咗衣櫃同書櫃，展示唔到用嚟做睡房嘅格局。嗱，不過成間房開式試正，轉返做睡房嘅話，打橫打直擺張床都可以。咁最後睇埋浴室，有窗通風，二期所有單位都係明廁，對比而家啲新樓呢一點都係加分位。咁而且面積唔細，可以容納到浴缸。嗱，俾我重新整過嘅話，就會喺洗手盆上面加個鏡櫃啦，咁方便收納翻護膚品、日用品等等。咁業主喺2008年7月，亦即係同年9月金融海嘯發生之前買入單位。咁當時嘅買入價係345萬，若果成功以860萬賣出，帳面可以獲利515萬，又或者接近1.5倍，跑贏大市同期1.3倍嘅升幅。咁參考近期另一宗3房成交，同樣望綠化景色同山景為主。嗱，不過嗰個單位就係3房1套嘅間隔，比放盤多個廁所，所以面積會再大啲。對比尺價嘅話，放盤叫價比之前嘅成交價就高出2成。再睇埋28 House 同埋銀行股價，估值介乎大概659到680萬。咁而家嘅開價比股價高出2成6到3成，相信都要調低叫價，先至可以加強放盤嘅競爭力啦。用叫價計，做9成按揭，俾完86萬首期之後，每個月供大概35000蚊，月入要求大概7萬蚊。買嚟投資收租嘅話，同樣面積嘅3房，6月嗰陣曾經租過19300蚊，用返呢一個水平推算，扣埋管理費，可以有大概2.4厘嘅回報率，低過同類單位3.2厘嘅大市水平。咁事實上，清水灣半島嘅樓價喺高位嗰陣，每一尺可以超過15,000蚊。咁對比近日大概10,800蚊嘅水平，已經跌咗2成8。不過屋苑近月嘅樓價都有隨住大市略為回升。咁例如係8月份，綠在一間大概530尺嘅兩房，做咗550萬；而去到9月份，同座差唔多大嘅兩房，作價660萬，兩者差咗超過100萬。事實上，
喺7月、8月、9月咧，其實將軍澳個樓價整體都係有一個升幅喺度嘅，平均大概就5%啦。咁另外嚟講咧，就點解佢最新成交個單位嗰個冧心會即係爭到成百幾萬咧？咁最主要就係嗰個樓層又高啲啦。咁另外嚟講個座數因為出少少，咁所以咧佢個景觀係相對個海景係再闊啲、再靚啲。咁所以個成交價就整體就高啲嘅。咁最新成到660萬嗰個單位咧，佢個間隔亦都係比較靚少少嘅。佢係個主人房仲會有個衣櫃位，咁會係兩房嚟講係職旺嚟嘅。我哋本身都想同大家參觀多間兩房㗎，咁但係就好似開頭咁講，而家未有兩房嘅時盤可以拍攝，咁希望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返嚟呢一度參觀過。清水灣半島呢個屋苑嗰個環境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好寧靜舒適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唔靠屋苑門口嗰架小巴，咁就咁自己行翻出去將軍澳南啊，或者將軍澳站嗰邊咧，好似今日咁熱嘅話咧，行到出嚟咧已經身水身汗㗎啦。咁喺環境同交通之間，你又會點樣選擇呢？留言話俾我哋知啊，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